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欢迎回到我的频道。在上个视频呢，我有跟大家宣告我要买一辆车，为啥呢？因为一个表弟呢，他有一辆 Honda， 然后有 Honda 大了，有润95了，233匹马力，老是在那边拉醒我忍不住，我要爆发了。所以我在上个视频有问大家啦，猜猜我会买什么车？终于，他来了。 爱的人这个频道呢，已经不知不觉3年了，也非常感谢大家一路来的支持，如今已经60千的订阅者了。如果这里有新来的朋友，不妨把那个订阅的按钮打那里一个嘟下去，赶快把它按下去，因为当我更新一天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啦。很多粉丝朋友们都有问我一句话，就说：哎，爱的人，你每一次拍云顶上山，你有没有试驾任何的车，让你觉得你很喜欢、很有灵魂，就是觉得最好的？其实我跟你说，世界上没有最好的车，只是有没有你最适合的车。 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当我开 Honda 的时候，尤其是有 VTEC 的那种哦，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灵魂上升的感觉？是不是？在这3年以内，我终于找到我自己，我喜欢的就是 VTEC。所以今天呢，我身后面就有一辆 EG6 EK9 在我身后，所以我今天选择的就是一个 EK9。其实它不是原装 Type R。如果你在马来西亚想要找到原装 Type R 是很难啦 ，EK9 在马来西亚才有几辆，就算有的话呢，可能200千。 是吧？可能啊，所以我们这辆车呢是一个 Body EJ6 Fully Convert to EK9 Type R Fully 哦，也就是说它所有的 bumper、车灯、dashboard 还有它的引擎啊，全部来自于 EK9 的。当然 Body EJ6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啦，因为它有个红色 deck 的。如果是 Blue deck 的话呢，那个是叫 EK4 还是 EK3， 从日本进口到来这边的。 当然各有无所谓啦，因为为什么2个门还是2个门？今天为什么我不选择 FD2R？ 嫁出去的时候不是说不好，但是人家会多想，哎，你是不是 Fully Convert？ 你是不是假狗？你是不是只是换 Body Kit 引擎还是 K20Z？ 这辆车人家毫不犹豫的2个门就是加汉面，哎，刚刚好像有几个马来人经过，有没有？每次他们都是看。 哎呦，加汉哦，真的，我觉得这辆车可以认识很多马来同胞友族朋友们，他们很喜欢看我们华人加 VTEC， 真的不开玩笑的啊。所谓宁愿老婆去耕田，也要存钱买本钱。年少有为开本田，爱情一定会很甜。年轻开了破本田，出门一定挣大钱。可惜我就是无钱。其实我很喜欢 Honda 啦，讲真的，我就没有这个，当时没有这个能力去买。其实不是不要买，这辆车是不能去 loan 了的，而是要 fully cash。 然后当时我就很喜欢它，我就从 Shopee 买了一个小小的锁匙圈，它是一个 B Series 的 engine 盖、引擎盖放在家里，再买一点小小的模型。直到我开始要买 Honda 的时候呢，我就买了这件衣服哈，不要问我从哪里买，网站一定是有的。OK，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本田小小的一个故事啦。本田的创办人是叫做本田宗一郎啊，所以他当时创办了这个 Honda 是做摩托的或做汽车。 所以当时 Type R 的诞生，第一辆就是叫做 NSX Type R， 称为东英法拉利的一辆车。造型很漂亮，真的哦。然后就价格有点贵了，不是每一个人负担得起。所以当时本田就想到，想要从一些平民的车开始下手，做一个可以家用版、可以进入赛道的一辆车。当时它第一款车叫做 Integra Type R， 当时配的是 B18C， 拥有200匹马力的车。 结果当时真的是很好卖，很多人很喜欢。然后他当时就从 Civic 开始下手了，所以当时就推出了第一代的 Civic Type R EK9， 配搭的引擎是 B16B， 有184匹马力。这个 Type R 的精神呢，传承了大概20年左右啦。所以当时呢，在2001年左右呢，他就推出了 K20A 第一代的引擎，它就是 Integra DC5， 再来有 EP3 Civic Type R， 还有 FN2R、FD2R 也是 K20A 了，就是这样子啦。来到现在的已经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现在的 FK2 啊、FK8 啊，包括 FL5 啊，都是搭载着2.0公升的 Turbo 引擎，没有像以前那一种啊，直到6000转啊就啪那种感觉。 那其实 EK9 呢，它有分为2代的，一个是叫 Pre-Facelift， 一个叫 Facelift。Facelift 呢是99年的版本。如果你们看回照片来讲呢，一推出的第一代的话，它下面这里没有一个大洞的啊，所以在99年的款式的话呢，这个 bumper 会有一点改动啦。所以这个前车主呢，已经把它为fully convert 一个 Facelift 版的 EK9， 所以这里有一个好像一个开洞这样，我觉得是相当的好看啦。然后车灯啊这些都是原装的，这一个 logo 啊。
据说前面都要300块新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哈。那至于前车主改的方面呢，它是有改了一些 Spoon 的 Side Mirror， 这是原装的，它有带电动的哈。可是呢，很可惜它没有装 wiring 下去啦，所以我会在近期几个影片里面呢，我就会去做这个 wiring， 让它可以电动调节的。假的是没有的，怎么分解啊？假的话，你摸上去的话，这个是有一颗一颗珠珠的，然后它是没有印着 Spoon 在里面的。Spoon 是好像一个 sticker 的，这个是在里面。这个 Spoon Side Mirror 好像是要1000多2000块哦，不是开玩笑的哦。轮圈方面，其实 EK9 呢是配搭这一个15寸的轮圈原装哦。然后白色的，可是这辆车是搭载着一个来自 DC2 的16寸的轮圈，然后它是用这一个205/45R16的这个轮胎，可能未来我会把它降级到15寸啦，不是我再考虑，因为轮胎毕竟还是比较便宜一点的。如果你看 EK4 啊，还是 EK3 啊那些的 Single Cam 的哦，它是4个洞的，可是 EK9 Type R 是5个洞的，可见这辆车已经前后的fully convert 成 EK9 Type R 的那个，据说前后那个都要2000多块哦，在 Half Cut， 所以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大鲍鱼，它是一个来自于 Spoon 的 Ballport Caliper， 这个是原装的，不是假的哦。它的颜色你就可以分辨真还是假了。你看到这个蓝有一点带亮的浅色的，都是真的啦。如果是假的话，那个颜色有点怪怪的。然后大概1根手指的高度啦，它是用的10的 Japan 的 Adjustable。到时候呢，我会去做一些 Alignment Balancing 啊。那你会看到这边有一个 Civic Type R 的 sticker 啦。据说这个 sticker 一对的话，大概要300多块马币哦。如果是原装的话啦，当然这辆车是原装的，我跟你说，前车主了什么都是要用原装的。后面的轮圈也是一样5个洞的啦。然后以前的 Honda logo 是比较长的，我很喜欢这种 logo。后面有刹车卡钳呢，是用这 Singapore 的刹车卡钳在后面。那99年的版本呢，这里会有做一点切割啦，看起来会比较有一点不一样。其实它跟 Pre-facelift 的话差不多的，只是说前面会比较大的改变。那尾灯的方面呢，是来自于 Stanley 的，跟前面一样的品牌。然后这个千万不要弄爆哦，如果弄爆的话呢，Half Cut 1500到2000块左右，新的要2000多块啊。所以说最好是不要弄坏啦。总之 Type R 这个字的东西就是贵，尤其是玩老车旧车这方面的。上面这个尾翼呢是原装 Type R 的啦你问我想不想改什么 JS Racing 下去，其实我左看右看我会比较喜欢这样子原装的样子啦。OK， 那这个尾箱空间部分的话呢，蛮大的，可惜呢有一些美中不足的地方，它少了这个 speaker board。OK， 然后还有这个 spare tire 的有一个盖的，它完全是没有了。所以我会打算呢去搞一些复兴这样子啊，去买一个 speaker board 啊 ，spare tire 的盖啊。椅子呢，我就很奇怪哦，为什么可以看到这边的铁的那个布到底去了哪里呢？所以我也是打算手工打造去弄下去。反正这个椅子是原装 Type R 的，如果丢掉很可惜。然后后面这里还有一个小灯。只要你打开后面的尾箱，它都会亮灯。很荣幸它还是在运作的这个哈。然后下面的底盘呢，它有换了 Hard Race 的这个 Lower Arm， 也换了这个 Adjustable 啦。其实它的底盘的设置也相当的不错的。OK， 这一副引擎是来自代号为 B16B 的一具1.6公升的自然吸气的高转引擎哦，可以破大概8000多到9000转左右。可惜呢，这个车主就没有对这副引擎做太大的提升啊。通常的引擎呢，为了提高马力或者扭力的话，他们会把下面的 block 提升到2.0公升的。可惜这辆车没有，它还是维持着1.6公升的自然吸气。然后它就改了一些大 intake 啊，然后就换了这种 plug cable 每天它，然后改了一些排气管这样子而已啦。所以我觉得180多匹到200匹左右够不够？我觉得不够。为什么？你不要忘记我的宗旨，我就是要破尾箱的那一辆233匹。你觉得我有可能可以破吗？我觉得可能啊。233匹了，刚才带弄完了。所以我的目标是什么？234匹已经是很够用了。也许这辆车已经是车主放了一段时间了，大概有半年左右啦。我去拿车的时候啊，这辆车是完全没有电的，而且电箱已经是不能用了的，所以我就立马换了一个新的电箱。所以你看到这里全部东西都有一段年龄了的，只是这个电箱是最新的。所以车主用了什么好料呢？就是这个类似像 Mugen 的 Airbox、Adel 的 Victor X 进气口、Works 的 Fuel Regulator、Hardsport 的 Engine Mounting， 有 Ultra 的 Plug Cable、ARC 的水柜啊，这个很大副哦。通常我看到尾箱那个好像小个这样子吧，这是整副下去的，哇，这个看了散热应该还不错哦，有一些 custom 的 piping 啊、喉啊，让它没有这么快吹。有 PLM extractor、S4C 的牙箱、custom 的 exhaust 多少寸我就不太了解了，所以我到时候会去搞多一轮啊，因为我们还要升级这个引擎啊，所以可能要加大那个尺寸啊，顺便再换那个 exhaust， 因为那个 muffler 有一点吵了，我觉得太吵了，真的吵到我的邻居啊。
这里有一个 Mugen 的 Engine Oil Cap 啦，所以我打算要做 Mugen 还是 Spoon 的 concept。你们觉得我要做哪个 concept？ 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一下。来到这个内饰的部分呢，仪式感还是要的。这个是一个原装的 Mugen 的 Steering， 配上这个 Esparco 的 Quick Release。这辆车的 Dashboard 整个都是原装 Type R 的啦。但是有一个小瑕疵，我想要去做一些维修的，比如说这个叶片哦，好像断掉了。老车是没有办法的啦，可是好像没有办法是可以去换这个叶片这个地方的，它是整个 dashboard 换。这个我想一下办法怎样啦。唱机是 Nakamichi 的一个 touchscreen 的唱机，这个我们开车哪有听音乐的，还有 subwoofer， 哎呦我都不明白，这个无所谓，最重要是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料。原装的 Defi 的油压表还有油温表，然后这个 pedals 都是原装的，可是就少了一个 clutch 的哦，我去找一下看有没有了哈，就是这种 aluminium pedals， 好像我有点强迫症啊，如果是在 clutch 上面没有的话，我去找一下。这个是一个原装的 5 speed manual， 这个挡挂呢，我就想要把它换去一个原装的 Type R 的，或者是看一下有什么好料可以换。总之我不喜欢这个长长的啦，不好看。手刹，整个内饰其实是真的是原装 Type R 的，包括这个椅子都是很舒服的 ，EK9 的，它的包覆性跟它的支撑性也是很棒，而且它发泡棉是真的是又软又爽，已经是很满足了啦这个车，所以我会做一系列的改装，我们留守本田魂的这个系列哈，我们来 start 一下 engine 哈，一定要听一下声音还是不是？Very powerful， 健康的引擎就是这样。普通版的 EK 呢 ，Single Cam 那种不是 Type R 的话，它的里面呢这些可能都是灰色的。可是如果是真正 EK9 的门把，像这样的门皮啊，它都是全黑的，然后有一些带红色的这样绒布。其实这辆车的这个车况真的是很棒哦，你看整个门皮没有任何的爆裂啊，还是很漂亮，包括这个布还是干干净净的。唯一美中不足就是那个冷气而已啦。整个 dashboard 都是美美的啊，然后它的椅子啊有一点点的小肮脏，可是是可以搞定的啦这些东西。然后这些 carpet 啊，哇，前后啊都是要2、3千块，门皮呢大概都好几千块。这个 dashboard 啊，我真的是不敢想象哦，也是要好几千块。你想象一下，如果真的去fully convert一个普通 EK 2门 convert 去 EK9 的话，要多少钱呢？我真的是不敢想象。carpet 是红色没有错，可是整个车里面内饰的 carpet 啊也是红色的。来自 EK9 的也不便宜哦，真的，你们可以去 Facebook Marketplace 去找一下它到底值多少钱，我不敢讲了啦。那买这种旧车呢，是最怕这些车的胶条都是老化还有硬化了的。可是这辆车呢，车主很用心的照顾这辆车，他没有让它晒很多的太阳，所以这些大径的胶条啊，都是还是软软的，还没有硬化。如果你想要找这种胶条的话，跟你说，你有钱都买不到哦。包括这里上面其实也是有胶条的，可是因为很多人去偷这个东西啊。车主也是很心累哦，所以车主就直接把它拔掉，直接封掉去喷漆，有没有？其实整辆车的车况对我来说很满意了的，只是可能要一些车漆的部分要去做一些收拾，到时候我会去做一些系列改装啦，敬请期待我们的影片啦。其实当年呢，本田先推出了 EG6 的车身，再推出了 EK9 的车身 ，EK9。DC2 还有 EG6 的车身是共用的，所以你买到一些底盘的零件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共用，包括那个 front strut bar 或者是它的避震器都是可以共用的。所以我们来说一下怎么分辨 EG6 还有 EK9 呢？很简单，以前包括我都是很懵逼的，怎么去分呢？你看到扁灯的，像猫眼那种的，就是 EG6； 你看到 EK9 的，它的灯是一个三角形的，比较大的，叫做花生眼哦。你看到它的车尾的话 ，EG6 的车尾的灯也是扁的 ，EK9 是一个三角形的，那个就是 EK9。然后 EG6 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它的尾箱呢是可以开双边的，玻璃打开，尾部也是可以打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可是 EK9 就没有啦。然后它里面有一个东一杆，在 EG6 那边你可以打开，可以放一些可能你的鱼买菜的鱼啊，或者是一些冰啊，我们称为叫做东一杆啊 ，you know，as you know， 放鱼进去养鱼也没有问题。然后 EG6 的车身会比 EK9 来的更低哦，你会看到这里平大家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OK， 但是在 track 里面呢，据说 EG6 会比较好玩。可是我呢，原本是要买 EG6 的，想了很久，我还是喜欢 EK9，所以到最后我为什么会选择 EK9，就是这个原因啊。内饰也是比较好看呐，比较新一点。EG6 的话会比较有那种时代感在里面哈。这样子就是外观的分别啦，内饰。可是引擎呢 ，EG6 当年是配搭着 B16A，当时本田觉得不够啊，要放在 EK9 的话呢，就要换了一个 B16B， 更厉害，然后更加厉害。原装165匹
原装184P。OK， 所以本期视频就是到这里了，给你们看一下它的外观跟内饰，还有车主改了什么东西，也简单介绍一下 EG 跟 EK 的分别啦。我们接下来视频呢会做一系列的改装，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留守 Adrenaline Lim 的这个频道。我们的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啦，我是 Adrenaline Lim，燃烧吧，本田魂。